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日，星期天。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还是闲聊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美股的投资经历。那么从去年的11月20日，我呢就想起来把我的这个美股的小账户给它记录一下，录一些视频啊。那么我当时呢，就投资了$2000在这个小的账户里面。本来嘛，就是想买一个 iPhone 17 Pro 的但是我看看我现在这个15的 Pro 呢，也还能用我觉得算了，别买了。我就想投资在这个美股上录些视频吧。那么到今天是正式超过了$16,000。那么现在呢是$16,100多。上一个视频我发的时候，我说已经接近了$16,000了那其实当时还是15700还是5800。那么现在呢是超过了那么从$2000到今天$16,000呢，应该来说是8倍就如果你只是不看这个数字因为你光看数字$16,000，其实很少，对吧？就很少的一些钱但是如果看看这个倍数好像觉得也挺惊人你怎么在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怎么就翻了8倍听起来好像觉得也挺夸张的，是吧？那么所以呢，其实有一些网友呢他们会表示质疑觉得你是不是骗人你是不是吹牛哪个股票你买的哪个股票涨了那么多倍？那么其实呢，我从就开这个账户第一个星期开始呢，我就在我的频道里面，有一个投资理财的这个分享，我就每一期我都录的老观众应该都知道。那我在每一期里面，有的就是讲买了什么股票，然后资金从多少到多少，然后也分享了很多买股票的一些心得一些思路各种各样的，反正我每期都录，一共也录了好多期。那么一直录到就是2026年，就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具体是几月份我忘记了。那个时候呢，我的这个账户呢就已经超过$10,000了，大概是12000吧，我当时记得12000多。那么其实，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没有录了因为这个一个阶段，就是从今年的第一季度到现在吧，这3个月其实我的账户增长是很低的我也没有兴趣录。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也可以截个图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年吧，就从第一个季度到现在，我其实只赚了$3000就总的来讲，我只赚了$3000。那么比起去年的这个11月到今年的这一段时间，其实速度还是慢了，对吧？因为你从12000、13000到现在16000，其实你就赚了$3000。那么你说这么长时间，你说如果算百分比的话，也没有多少，对吧？但是呢，为什么就是从$2000看到现在16000，觉得翻8倍？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想讲的，就是一个复利的一个增长的这个概念就是当一个小的钱，一个小的资金，你千万不要瞧不起它。当它慢慢的积累，慢慢的积累，那么它到了一定的数字，它通过复利它哪怕是涨5%、6%或者10%，就慢慢的滚雪球起来，就会很快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其实我
我的一个一直宣扬的这样的一种投资理财的概念吧，对吧？因为每个人其实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觉得投资理财是有钱人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做的事情。其实没有人啊，我觉得天生他就有一大笔钱叫他去投资理财。我看到有很多就是非常有钱的人，就他们把钱传承到下一代手里，啊，他跟下一代说的往往就是不要去投资理财，你就吃利息就可以了。这种有风险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去碰这种金融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第一代的手里啊，就这种第一代自己闯来赚的钱，他们知道凶险啊，知道这种陷阱，知道很多很让人心累的东西。然后他赚了这个钱，他就觉得，哎呀，我的下一代就不要那么辛苦了，只要不要有风险，就吃利息啊，靠利息也能够潇潇洒洒的过一辈子啊，甚至传几代都没有问题。那有时候我会想想，哎，你自己挺努力的去创造财富，为什么叫你下一代不要创造财富啊？你这个不对啊，是吧？但是从投资理财的这种角度上来讲，啊，因为他已经有庞大的资产了，他同样的进入这个市场，他也有风险，他的风险就是有可能他会赚钱，也有可能他会亏钱，但事实上，他稳赚的利息这个收益就已经够他花不完，他就没有必要再去冒这个险啊。所以就是说，这种从投资理财的角度上来讲，有很多想法、很多思路都是和正常的想法会有点区别啊。那么我也是的，其实我一刚开始，我当时只有$2000的时候，我刚录一期视频啊，就是我的什么美股投资之路啊什么，有很多人就跑进来啊，也是网友吧，他就跑进来就笑话你是吧？啊，他说你才$2000，你录什么录啊？不要丢人现眼了啊！或者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一种嘲讽你。那么到今天，其实我到了$16000，也会有人这么说的啊。有的人说你是骗人啊，有的人说什么你发个股票给我看一看啊。其实我没有靠买一只股票，就是翻8倍，这个很难，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了，就是你要在很多很多股票当中去选到一只。我主要还是投资啊，波段操作，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我买进去，然后到高位我卖出一些，等到低位我再买进来一些，主要是靠这样的操作。那么赚的钱呢，其实除了就一大部分的钱是稳定的增长，还有一小部分就是零零散散的。那么这些零零散散的，其实就是这个赚的这个$3000啊，我可以贴一张截图啊。但是呢，有的人说啊，你要不要把仓位晒一下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啊，真的没有必要。说实在的，就我之前我就没有想再发这个美股的视频，因为这段时间美股不好嘛，没有赚大钱，是不是？就你要我现在如果这个账户一下变成$50000了，那么我发起来我也有劲，对吧？我也不在乎就是别人怎么说，我就觉得哎，我一下子啊有成就感啊。那你现在你说你从年初到现在也就赚了$3000，其实我也没有想去发，但主要上一次就是我一直在发这个移民的一些视频啊，就有网友跑进来问啊，他说哎你的美股怎么样了？然后之前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老的观众吧，也给我发邮件啊，说什么，哎，那我后来就想，那就录一期吧啊，也不要就不发了嘛，对不对？虽然没有赚很多钱，但是就是坚持还是要坚持，对吧？但是总的来讲呢，我是挺乐观的啊，因为我觉得就心态上来讲啊，我是很轻松的，我没有什么
很累，因为首先我是很控制仓位的，我也没什么杠杆啊，我就是自己的这个钱。第二就是说这个钱也是个闲钱，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是去理财投资，你一定要闲钱。第三的话就是，其实我选择投资这个股票，我还是有我自己独特的一些见解的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发的一些视频，我都讲了，我不会去买什么热门股啊，什么3D SCA什么，很多视频我之前说过，对吧？就是像英特尔，在好几年以前，它还没有成为热门的时候，它只有在30美元以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去买了英特尔啊。但是当现在它已经成为热门了，或什么3D SCA啊，或者什么美光啊这种，我就不会去买这种股票了，什么特斯拉之类的，对吧？那么所以就是我也不想去公布我自己的一些什么仓位啊，因为你要是跟着赚钱了也挺好的，但是万一啊我很快的卖掉了，我也不可能天天去这上面讲，就我毕竟这是一个记录我自己投资理财的一种经历啊，不是说我是职业的去教人家怎么投资理财，或者说我去带人家赚钱啊，不是的。那网上也有这种这种人是吧？啊，这种博主啊，你们可以去看看这种的，就是他带你赚钱的这种啊。我是不带人赚钱的，我只负责我自己的操作啊，就是我是不负责别人的啊，我不管别人的啊。总的来讲吧，我觉得投资理财这件事情还是要持续做下去的，尤其是就是你只有小的钱的时候啊，就少的钱的时候，这点我觉得相当的重要。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一个博主啊，他说要借钱去投资，啊，他一个年纪还挺大的人啊，他说他身边的老板都是借钱投资啊，要借很多钱，因为银行的利息很低，借了钱啊，然后去杠杆操作，然后去赚大钱，只有这样才能够发财啊，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我只发表我自己的看法，对吧？啊，就是我也知道啊，大家赚钱没有那么容易，是吧？所以有很多人啊，当你只有一点点小的钱的时候，怎么办呢？啊，还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机会的啊。大家只要比较小心啊，比较有耐心，慢慢的啊。当然了，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我啊，因为我也会持续的更新啊。我相信啊，就在今年或者明年吧，我的账户应该能够达到3万或者5万美元啊，可能好一点还能达到7万啊，这是我的一种希望啊。其实我也不会去花这个钱，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就放了2000美元进去，是吧？没必要拿出来花掉啊，就是一只手机的钱，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就像你在打游戏啊，你在练级，好像你练大了一个账号啊，就是这种感觉啊。反正我会经常和大家分享啊，我也就是没有什么保留的啊，我是怎么样操作的，我是怎么样想的，我都会告诉大家的啊。虽然我的频道有时候可能就是不会像很多博主给他剪得很完美啊，或者说。就是很有思路的啊，我就是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频道的特色啊，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精心构思的东西，就想到什么就是怎么样的，是吧？很真实啊。好吧，那么今天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